本节目由15W 电竞门户出品。我觉得一个选手就是有喜欢他，有很多喜欢他的人，也有很多讨厌他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看到这些舆论的评论的话，我先是会自己就是自我反省一下，就是看自己就是到底有没有这样去，就是有没有做好嘛。然后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种在乎舆论压力的时代了。大家好，我是 EDG 的打野洛言。首先，我的姓名叫明凯嘛，就有个名字，我就把这个用我自己的理解翻译成了可利亚，然后 Love 的话就是意思就是明恋的意思嘛，就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ID， 就是把它直译成英文了，所以说才有这个 ID。外人内热吧，当时是在打 B 的时候嘛，就是那时候自己的脾气和个性都还很不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必须要改变的东西，所以说我也在努力的去改变，只是说就是也许之后我经历了很多东西嘛，就是让我也看清楚和看淡了很多东西，所以说才会到现在这种，然后就是而且我现在也是个指挥，所以说我必须得做到这一点来掌控全局，来去运营游戏。我都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比赛输赢的时候，我都会去想一想，就是这一把里面有哪些失误，或者说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所以说就感觉到很平静。我觉得因为打比赛的时候还是严肃一点比较好。比赛回到基地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去讨论一下，就比赛中有趣的一些事情，就会说说笑笑的。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是 Miko 吧，就是因为他刚进 EDG 才半年就能打得这么好，其实挺让我意外的。当然，这和他自己的天赋也有就是他的天赋也很高嘛，然后他的性格也很活泼开朗，而且我们对他，就是我们说什么，他觉得对的话，他会去做，然后他也在辅助这个位置上面，他打得很认真，所以说就觉得他是个很好的选手。扣肉这个人是个很低调、很努力的人，他平常的训练量很大。然后其实他不是我的徒弟，只是说我们在就是网上认识的，所以说有人开玩笑这样说。然后他从上单的计量单位成为现在的同无敌的话，我觉得是他一个就是成长的过程吧。就是这个成长不单单只是他实力的成长，在他生活上他也改进了很多，所以说我觉得他现在也变成熟了很多。艾罗丽的话是个很活泼的小孩子吧，就是他也挺逗的，然后他的实力也很强，他之后就是应该会来我们基地里面学习一下。觉得就打野就无非就两种类型的打野嘛，一种就是比较优秀的打野就两种嘛，一种就是像麻辣香锅、Spirit 这种偏干壳，然后帮队友建立优势这种，然后能带起节奏的这种打野，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丹底这种，就是能运营比赛的这种打野。我觉得话，我不怕那种就是打法比较凶的打野，我怕就是那种和我一起运营的打野，那样子的话，游戏会就变得很艰难，就是因为只要你一个失误，就有可能会导致比赛结束。就是我觉得是 rank 和比赛就是基本上是两种游戏嘛，就是很多打野，就比如说我在 rank 里面，我也许能杀很多人，我也许能开 B， 就是给大家留下了这种影响，但在比赛上面，就是就不能这样做，而且对手也不会给你这样做。打野背锅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就是还是要淡定一点会好很多，因为他在外面的舆论压力就是一个背锅位。然后在队内的话，其实打野位也是一个，就是很难协调的一个位置嘛。就是因为你要去帮3条线建立优势，有时候你帮上路建立优势了，下路被抓了，有可能就下路要缩你，有可能你帮下路抓了，中路又被抓了，有可能就是这些都是很麻烦的。所以说一个最好的打野就是能协调好3线的情况，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行了。因为我这个人还是偏反蹲的，所以说更多的我注重的是在游戏运营上面，而不是说我的能帮队友建立多少优势上面。
平常训练赛，因为我平常打rank是什么英雄都玩，所以说打野英雄我基本上都很精通。然后在训练赛中，我们也会选择去，就是拿伊芙琳啊、豹女这些英雄去配一些阵容。猪女吗？肯定不拉寡妇，寡妇可以的。难道就是场上的寡妇？哇，这样啊，这是招牌王牌对决吗？所以这场比赛究竟是 S2最恨的场上的寡妇。这场比赛不是究竟是寡妇究竟是那个传说的哇，传说对传说拿出了，不是，它到底是传说的终结还是传说的延续？两个传说在这个2P2的时候记了出来。尤其在打野上面的选择现在非常贫乏。尤其是当对方拿到了挖掘机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快速的选择了一个豹女。这些英雄也是有就是很大的缺点，但也是有很大的优点的。所以说，我会根据在比赛上面对手的选择而选择这些英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打法还挺适合我们队伍的。首先，在国内打比赛和在国外打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国外就是有很多因素能影响到选手的就是状态嘛，而且打世界赛的时候，就是有些选手会特别紧张，就会影响到发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说选手到国外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然后打比赛的时候，打国际大赛的时候能不紧张，我觉得就是也能像在国内打比赛一样发挥得很好。其实说实话，就是 S4，我们去打 S4的时候 ，EDG 的状态都很差，所以说我觉得输给任何队伍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就是我觉得 S4的时候就是去拼一拼嘛。如果说能拼进去是最好的，但就是拼不进去的话，我觉得也是，就是当时是做好心理准备的。我觉得就是去，怎么说，就是为以后做准备吧，就是去体验一下那个舞台、那个环境。会有吧，首先是，就除了我和 Colo 是去年的选手队员的话，就是其他3个位置都换了人嘛，所以说。EDG 其实算是一个新的队伍，所以而且，就是 Daft 和胖他们是韩国选手嘛，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有他们的想法都对游戏的理解都就是很高，所以说就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也不一样，而且也因为他们的个人能力的原因，我们可以做很多种打法。我觉得这个是 EDG 变强的原因，就是春季赛的时候其实就感觉还好。但夏季赛的时候，我觉得就是5个选手都完全就是磨合成一个队伍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打得很得心应手。首先，其实春季赛的时候给我们制造麻烦的队伍还是挺多的。这里顶得住吗？差一下，戴尔被秒了，拖死了，戴尔被秒了 ，Messi 冲起来，这边我杀过墙没有死，西也没有死。有了，Messi 这边 A 的很快，3人来了，这边硬顶着来，扛得住，能扛差一下，2比2。现在我觉得 WE 在气势上面应该是一个完全，你看他们很轻松，那那 EDG 那边就气色很凝重。我们看到要拆掉最后的水晶，我们恭喜 EDG 3比2艰难战胜 WE。我这边关键是要越塔了，小胖，跑不掉了。但是这时候他能拖足够多的时间吗？也是很关键。李斯没有把红板甩下来。哎呦，这个有点不讲情啊！过来插野，放个针叶，又来了。这边疾跑好了，但是闪现还是依然没有。哇，刚啊！今天如来佛祖也扛不住4人了。这小胖真的是，你看那边淘宝全过来，啥都没干，就是扛塔。这场输出位置非常好，但是要被有水也起飞了。不行，差一下。还有 A 出来 ，Daft 的紧急情况之下闪现过去，强行发掉一个。哇，Daft 的关键时刻交了出来，快斩铁无杀，没了，真的没了，直接抢秒了。哎呀，恭喜EDG 3比2。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能赢下 MSI 的冠军，也是就是给那些队伍一些激励吧。就是我们 EDG 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如果付出努力，更多的努力，也许他们也能做到。我觉得这算是对中国队伍一个激励。然后其实对 EDG 的激励的话，意义的话就是，EDG 拿了很多国内冠军嘛，但始终没有在世界赛场上面拿一个很好的成绩。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吧。然后
对于就是网上面说 Deft EDG 只靠 Deft 和胖的话，我觉得其实这说的也挺对的，因为这个版本打野前期是靠打野和辅助的双游走的节奏，我和 Miko 的话就是也做的挺好的，然后中期就是上单基本上都是坦克嘛，所以说像这种坦克类型carry能力都是比较弱的，所以说中期打团还是得靠2个carry的发挥。我觉得诺言是所有职业选手的一个楷模吧。我说的楷模呢，不是说他的技术有多强，或者是他的英雄池有多深，而是我觉得在对待职业这个2个字上面，诺言是做得最好的，是我接触到的中国的职业选手里面最敬业和对待职业最认真的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他在队伍里面或者是在整个英雄联盟里面，他是属于一个标榜性的人物。首先就是老队友退役嘛，我觉得他们是也有自己的选择嘛，而且他们有的人年龄也很大了，就是在他们位置上面也很难打下去了嘛。我觉得就是希望他们过得越来越好嘛。不要这样啊！对，别硬来了，别硬来啊！哎，跳开舞了，厂长干嘛？嘲讽。厂长这个太嘲讽了，而且是这个猪屁股跳舞，这个小尾巴，扰乱微笑的补刀节奏，你知道吗？微笑也开始了，哎，我也在这个地方玩，转枪。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坚持下来的原因是，首先我觉得自己的状态很好，然后就是坚持下来，当然还是就是为了就是自己的那个梦想嘛，就是想拿一个官方 S 系列的冠军。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放弃的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和家人就是相处的时间吧，就是会1年之中就会变得很少，基本上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看一下陪一下爸妈。我觉得这个是我放弃的一个东西，但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因为我现在还年轻嘛，就是我觉得自己要有梦想，自己要去追，就是我做事的原则就是要做就做到最好，要么就不做，这就是我做事的原则。而且我不希望等我以后老了之后再去后悔，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做的这些事情很值得。我也会在这个舞台上证明谁才是世界第一打野，我会用我自己的节奏带领队伍拿下这次全明星的冠军，为中国队拿下 S3 的门票。我觉得当时拍那个东西的时候当时年轻气盛嘛，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是要证明自己是世界第一打野，那时候是需要自己去证明的，但结果是失败了嘛。但我觉得我现在我不需要去证明，我拿了很多荣誉，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而且这个东西我之前也说过，就是评论一个打野是不是世界第一，我觉得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只需要在赛场上面发挥好我自己的打野的特点，我觉得就行了。哎，这边卡牌开大招不敢下来呀！哇，完了，这打的有点快啊，感觉。是的，右那边要开大招保护了，这边扣厂长有人看到抢到了，这边高乐梅给自己一个大招，很尴尬。没事，接下来滑板，接到一步接被秒了，没事开中央把他要等死了，完了，这大招炸了，这个招炸了，真男人外狂澜与击刀，扶大厦之交金。这个时候，厂长站了起来。在这种关键的战役上面，我看到厂长顶住压力，抢到了这一条关键的大龙。不是说这一条大龙直接让他们的经济反超，并且中路要没了，直接一波中路。这个大龙不是说他有多值钱，他是一杆旗帜。没错，我们看到全只龙织了一个赛季的龙，但是厂长在最后告诉他，谁才是中国第一打野。Another day has gone, I'm still all alone. How could this be? You're not here with me. You never said goodbye. Someone tell me why did you have to go and leave my world so cold? Every day I sit and ask myself, how did I slip away? Something whispers in my ear and says that you and
最喜欢的一个？螳螂。卷毛说过，如果没有阿闪，你是世界上第一马僧，你承认吗？我觉得我在德玛西亚杯上面已经就是证明了这个东西。跟阿罗蒂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不是，只是就是开玩笑，就是别人开玩笑说的。然后会不会说韩语？不会，但我会用，就是平常他们说韩语的时候，我会用韩语去嘲讽他们。拿到冠军时候最想干什么？吃东西、睡觉。给你5秒钟的时间，想一个就是在中国 LPL 赛事给自己搭配一套全明星的阵容。要是中国选手嘛 ，LPL 的选手的话，我觉得有我还是没有我，那就上单 Colo 吧，辅助 Miko， 打野的话就是我，然后 ADC 的话 UZI， 中单尾神。